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年通鉴。我们中国人每到中秋佳节合家团聚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嫦娥奔月的故事。那么嫦娥为什么要奔月？后羿的不死之药从何而来？名为邦本，本固邦宁背后有什么样的悲惨故事？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秘密？今天我们一起揭开这背后的千古之谜。先请大家动动小手，按赞、订阅、保存、开启小铃铛。在帝禹多年的运作下，帝禹的儿子姒启在帝禹去世以后，从帝禹的继承人伯益手中抢走了天子之位。这个行为激怒了很多诸侯，但是大家迫于姒启的强大军事实力，敢怒不敢言。帝启2年，帝启亲掌朝政后，在军台宴请天下诸侯，万国诸侯皆来朝会，但是同为姒姓的诸侯有虎氏没有来。帝启知道自己的父亲帝禹在位时，即使大会仅仅来迟3天，也要将神族巨人防风氏诛杀，以便威慑天下诸侯。自己如果不诛杀有虎氏，其他诸侯就会看轻自己，引起连锁反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帝启立即召集最有实力的6位诸侯，一起发兵讨伐有虎氏。双方在甘地展开大战，出乎帝启的预料，7路大军居然不敌有虎氏。帝启这才明白，由于自己刚刚登基，6大诸侯出工不出力，迎战便溃，反而拖累了自己天子亲军。帝启再三反思，知道这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军事问题。于是帝启召集诸侯说，战斗不能取胜，是我的恩德不够深厚，与诸位无关。班师撤军以后，帝启开始整顿政治，自己带头禁止奢侈享乐，尊敬人才，招贤纳士。政治整顿完毕后，帝启召集诸侯大军，发布干誓曰，有虎氏7运5行，懈怠天地人3道，上天要剿灭有虎氏，我们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。一番军事动员后，再次和有虎氏交战，一战便灭掉了有虎氏。灭掉有虎氏后，天下诸侯皆服，帝启便将军国大事委托给丞相，自己巡游天下。帝启9年，帝启去世。帝启去世后，儿子司太康顺利继位。司太康继位以后，不再有帝与帝启那般实力，自此史学不再将其称为帝，而称为王。司太康继位后，由于年幼不习政务，天下大事都委托给司徒太宰等，每日只顾娱乐玩耍。司徒太宰等纷纷劝诫，结果太康把劝诫自己的重臣全部赶回封地，自此身边只留下一位顺从太康的佞臣，再无半个劝诫之臣。太康先是不顾祖父帝禹的劝告，开始饮酒，然后大选嫔妃，命令天下诸侯进贡猎犬猎鹰，每日不是饮酒作乐，就是到郊外打猎。一天，太康听说有穷氏诸侯后羿非常擅长射箭，这里请注意，这个后羿和尧帝时期的重要诸侯后羿同名，但不是同一个人。于是就召后羿从封地前来国都，每日陪自己打猎嬉戏。后羿的剑法如神，太康对于后羿的宠幸一日胜于一日，这引起了太康身边其他近臣的不满。一天，太康饮酒嬉戏之后，忽然感叹，我为天子虽然快活异常，但人不免有一死，岂不痛哉？如此奈何？此时近臣武官便献计道，臣闻海外有仙岛，仙岛有仙药，取之服下便可长生不死，岂不美哉？太康听了心中一喜，便问谁人可去海外求取仙药。身边左右嫉妒后羿的近臣纷纷说道，后羿弓马娴熟，剑法如神，必定可以求取仙药成功。于是太康当即下令让后羿出海寻找仙药。于是后羿骑着4耳神马出海去寻找仙药，向东游至一岛，后羿又困又饿，见到岛上有3个庞眉人在岛上一骑。后羿不知道这3个人是神仙，向着3人求取食物充饥。庞眉人给了后羿一些仙枣吃，后羿吃过之后1年不吃饭也不会饿，游在海里身体轻浮，不会下沉。自此后羿不再有顾虑，一味去寻找不死之药。后羿遨游10州，最远经过了3苗国的最东部，最后在玉山遇到了西王母。后羿向西王母请教如何寻找不死之药，西王母教他去不死国找不死树，或者去东海中找祖州山的不死草，都可以制作不死之药。最后后羿到达不死国，在圆丘不死树上采摘到了不死之药，往返一共经过了13万里。后羿求取仙药出发之后，
武官等后羿身边的近臣，出于对太康宠幸后羿的记恨，每日不停地在太康面前诋毁后羿。后羿寻药还没回来，太康就已经撤销了后羿在朝中的职位。等到后羿刚刚求取仙药回来，就遇上武官等派来的杀手。后羿奋力将这些杀手击杀，但是知道朝中已经容不下自己了，只好回归自己的封地有穷国。虽然求取仙药一路艰辛坎坷，但是后羿在回归中土的时候路过西戎，娶了一名绝色荣女，名叫嫦娥。此番回到中土，虽然失去了朝中官职，但是一来取到了不死之药，二来取到了绝色荣女，因此后羿并不气恼，反而快乐异常。只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武官等人暗杀后羿失败后，又打听到后羿娶了绝色荣女，立即心生一计。武官等人私下串联之后，一起禀告太康说，荣女嫦娥色绝天下，天下女子不独道，天子当必得嫦娥，方为快事。于是太康下令用整个幽州之地向后羿换取嫦娥。后羿新娶嫦娥正是密议情仇之时，因此死活不愿意将嫦娥献出。身边左右近臣劝告后羿说，美人者国贼也，专宠者家贼也，纵欲者身贼也，使三贼而得幽州，岂不美哉？国家势大，美人势小。后羿渐渐醒悟，于是答应接收幽州，交还嫦娥。不料荣女嫦娥知道以后，转爱为恨，心中想着以计无情，我也无益，于是就偷了后羿的不死之药不羁之珠，又偷偷牵走后羿的思耳应龙之马，服下仙药仙珠，打算逃回家乡。行至半路，忽然身体变得越来越轻，向天上飞去，飞过万里之远，路过苍梧山，遇到一个人手抱尾的妇女。妇人对嫦娥说，我教会后羿采摘不死之药，就是为了帮助你今日成仙。嫦娥拜问妇人的姓名，妇人答曰，我是西王母。告别西王母后，嫦娥便径直飞向天空。此时天上日月当空，太阳之热难当，因此嫦娥便径直向月球飞去。飞到月球以后，构石为宫，定居了下来。月宫旁有大娑婆树，还有玉兔，也并不觉得寂寞。后来嫦娥也就成了月宫之神。太康既然得不到嫦娥，武官等又增言说，这肯定是后羿的计谋罢了，哪有人可以飞上天的？必定是后羿对陛下不满，编出谎话欺骗陛下。于是太康剥夺了后羿幽州的封地。此时后羿人地两失，怒火中烧，想要出兵攻打太康，还好被左右死死劝住。太康每日依旧田猎嬉戏，离开首都，在洛河之南狩猎百日不归。首都朝政混乱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发动了起义。太康依旧不理不顾。后羿知道了消息，感觉机会到了，立即出兵平定起义。平定起义后，占据了太康的首都，史称太康失国，国就是首都的意思。占据首都后，后羿开始报仇雪恨，将武官等太康近臣，凡是在太康身边说过自己坏话、害过自己的人，全部抄家，妻子儿女据为己有，宗族男子杀个干净。又占据了太康的宫殿，将太康的嫔妃全部据为己有。身边左右不断劝诫说，太康虽然无道，但是天下诸侯还没有离心离德，大王今天平定了叛乱，杀了太康身边的奸邪之辈就可以了，据其宫殿，迎其嫔妃，天下诸侯岂能容你？后羿被身边左右贤臣反复劝解，自己也觉得他们说的对，于是派遣使者，打算迎接太康回归首都。但是太康已经知道后羿所做之事，不敢渡河回去，于是强行派遣身边的佞臣武官先渡河去打探情况。武官刚刚过河就遇到后羿，被后羿一箭射死，砍成9段，丢入洛河。自此太康虽然还想回归首都，但是左右随从再无人敢去，只好挟持太康直奔陕西韩城而去。分封在魏地的太康5个弟弟也带着太康的母亲追随太康而去，边走边哭边唱，歌曰，皇祖有训，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，名为邦本，本故邦隐。太康21年，太康在韩城见到母亲和5个弟弟，大家抱头痛哭，相视而泣。随后5位王子在太康的支持下，将太康身边的一帮佞臣全部驱逐，武王在内勉力扶持流亡小朝廷，有台氏诸侯既起息在外，勉力维持经济。太康在韩城住了5年之后，虽然韩城的有台氏诸侯勉力供养天子，
但是韩城地辖根本无力供养追随太康的流亡朝廷，因此太康又迁徙到阳夏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周口太康县。太康29年，太康死在了阳夏，自此阳夏改名为太康。太康死后，朝政大权全部落入5位王子手里，其中仲康年纪最长，手段最强。太康生前，仲康就已经包揽了朝政大权，因此在母亲和部分四姓诸侯的支持下，布告天下说太康无嗣，只好勉为其难继任为天子。仲康究竟能否登基为天子，后羿岂会容许仲康登基称帝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一话。好了，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感觉学到了知识，请动动小手关注、点赞、保存。我们下期再会。